各位朋友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生活里有这么一类女性亲戚朋友送来的旧衣服，邻居家淘汰的，他们从来必会欣然接受，洗洗补补，穿得坦坦然然。而奇怪的是，这类女性往往命特别好。按照世俗的眼光看，一个女人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，那不是命苦吗？恰恰相反，我研究易经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案例，那些成天追着新款跑的，未必过得舒心，反倒是那些不拘泥于外物的，往往活得从容自在，家庭和睦，儿女成器。这里头有玄机。今天我从易经、命理、风水、八字这几个角度给大家剖析一下，为什么经常穿别人旧衣服的女人大多是这两种命运，而且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都是好命。先别急，听我慢慢讲。咱们中国人讲究衣食住行，你看衣排在第一，这个排序不是随便排的，古人做事讲究天道规律。易经里头有一卦叫坤卦，坤卦六五爻的爻辞是什么？黄商元吉，这4个字太有讲究了。商就是下身穿的衣服，古人上身穿的叫衣，下身穿的叫裳。黄是土的颜色，是中央之色，代表中正、厚重、谦逊。元吉呢，是大吉大利。你把这几个字连起来看，穿着黄色的衣裳大吉大利，但这话不是让你穿黄颜色就能走好运，没那么简单。易经讲的是象，是礼，是道。黄裳代表的是一种品德不张扬，不炫耀，居于下位而安之若素。坤卦本身就代表大地，代表母亲，代表女性。坤卦的核心精神是什么？厚德载物。一个女人能够安于朴素，不追求外在的华丽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德行。衣服是穿在外面给别人看的，一个人如果特别在意外面穿什么，说明他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他，把自己的价值寄托在别人的评价上了。这在命理上叫什么？叫气散。一个人的气场本来应该是收敛的、内聚的，你老想着往外表现、炫耀，这个气就散掉了。气一散，福就薄。反过来，一个女人不那么在意外在的穿着打扮，她的心思往哪里放？往家庭放，往实实在在的日子放，这个气就聚住了，气聚，福就厚。这就是易经告诉我们的道理。内敛者昌，外露者亡。穿旧衣服这件事，表面上是个穿着问题，实际上是个心性问题。心性对了，命就顺；心性偏了，命就坎坷。古人讲相由心生，其实应该再加一句命由心造。你的心往哪里去，你的命就往哪里走。好，道理讲完了，咱们来具体说说这两种命运。第一种命运叫持家兴业的福德之相。什么样的女人会有这种命？说白了就是会过日子的女人。你别小看会过日子这4个字，现在很多人不把它当回事，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，那是因为他们不懂。增广贤文里头有句话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一个家庭从节俭变得奢侈容易得很，几年功夫就能败光，但从奢侈变回节俭，那可太难。还有一句老话，
成家有如针挑土，败家好似浪淘沙。一个家的兴旺，不是靠挣多少钱，而是靠守得住多少钱。一个家庭里头，总得有一个人懂得守住福气。一个女人愿意穿别人的旧衣服，说明她心里头有一杆秤，她知道什么钱该花，什么钱不该花。她不是买不起新衣服，是觉得没必要。这件旧衣服还能穿，干干净净的，为什么要浪费？省下来的钱可以给孩子买课本，补贴家用，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。这份心思看起来是小气，实际上是大智慧。从命理上来分析，这类女性的八字往往有这么几个特点。第一，财星得根但偏旺。财星代表钱财和物质享受，财星得根，说明她不是没有享受物质的能力和条件，但财星不偏旺，说明她不会为物质所驱使，她能挣钱，也能守住钱，但她不贪财。这种格局的女性对物质有一种健康的态度，需要的时候有，但不会执着于越多越好。第二，正印透出或得力。正印代表母性传统美德，知足常乐。正印得力的女性往往比较贤惠，比较能忍耐，比较懂得为家庭付出。她们不会因为自己牺牲了什么而觉得委屈，反而觉得这是本分。你看八字里头，正印强的女性天生就带着一种惜福的特质。第三，食神心平和。食神代表口福、享受、创造力。食神心平和的女性对生活有追求，但不过分，能够在简朴的生活中发现乐趣，不需要靠外在刺激来获得满足感。你把这三个特点结合起来看，就会发现这类女性的命格天生就适合持家，她们不是命苦，恰恰相反，她们是有福之人。只不过她们的福气不是表现在锦衣玉食上，而是表现在家庭的安稳、儿女的成器、晚年的富足上。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明朝山东有个女子姓王，嫁给了县衙里的一个小书吏。这个书吏官不大，俸禄也微薄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。王氏从来不抱怨，亲戚邻里有时送来半新的旧衣服，她都欣然接受，洗干净了，缝缝补补，穿得整整齐齐。有一年，她丈夫的几位同僚携家眷出游，那些同僚太太一个个穿得花枝招展，罗绮珠翠，只有王氏一身素净旧衣，站在人群里头显得格格不入。有人就暗地里笑话她，看看人家周书吏的太太穿成这样，也好意思出来。王氏听见了没有？肯定听见了，但他神色坦然，该照顾孩子照顾孩子，该欣赏山水欣赏山水，根本不把闲言碎语放在心上。回到家之后，她把省下来的钱分成2份，一份用来给丈夫买书，因为丈夫要上进需要读书，另一份存起来，等到荒年的时候悄悄接济那些更困顿的邻居。你说这个女人精不精明？太精明了。她不是不知道穿新衣服好看，她是懂得什么更重要。后来丈夫因为勤勉好学，几年之后获得了升迁，家里的境况慢慢好转。而她的儿女呢，在她的言传身教之下，一个个养成了朴实勤勉的品性，后来都有出息。
这就是福德之相。表面上看，他过得节俭，甚至有点寒酸，但实际上，他把福气都积攒下来了。这种福气不是立竿见影的，是慢慢发酵，传给子孙后代的。资治通鉴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：取之有度，用之有节，则长足。这就是这类女性的命运写照。说到这里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命理概念，叫惜福。通俗点说，就是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福气。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觉得福气是用来享受的，有福不享，那不是傻吗？大错特错。福气这个东西有点像水缸里的水，你往外舀它就少，你不舀它还是那么多。但最妙的地方在于，你如果懂得珍惜这个水缸里的水，反而会慢慢变多，因为天道就是这样运行的。道德经里讲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知道满足的人不会招来羞辱，知道停止的人不会遇到危险，这样才可以长久。一个女人，她的八字里头如果有惜福的信息，那她这一辈子走的就会比别人顺。从八字看一个人懂不懂惜福，主要看几个地方。第一，看日主的强弱。日主代表这个人本身，日主太旺的人往往比较强势，有主见，但也比较执着，不太容易满足。日主中和的人比较知足、平和，懂得见好就收。第二，看正印星。正印星在八字里头有力量的女性，天生就带着一种满足感，不需要太多外在刺激就能感受到幸福。第三，看食神星。食神星是一颗吉星，代表享受福气，但不能太旺，太旺就成了好吃懒做。食神星平和的人，能够在平凡生活中发现乐趣，这就是惜福的表现。第四，看财星和比劫的关系。财星代表钱财，比劫代表竞争争夺。如果八字里头比劫克财太厉害，钱财就容易守不住。反过来，如果财星得到保护，没有被比劫冲克，那这个人就比较能守财。你把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看，就能大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懂得惜福。懂得惜福的女性运势有什么特点呢？第一，走得稳，她们的人生轨迹往往比较平稳，没有大起大落。不是没有机会大起，是她们不贪那大起。知道大起往往伴随着大落，还不如稳稳当当的。第二，退得巧。很多人只知道进，不知道退，但惜福的女性不一样，她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后退一步。易经里讲亢龙有悔，飞得太高了是要后悔的。她们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总能在关键时刻避开祸事。第三，守得住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很多家庭，男人在外面挣了钱，女人在家里败光了，最后一场空。但惜福的女性不会，她们能够守住那个家底，甚至慢慢让它增厚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穿旧衣服的女人往往命好，她们懂得惜福。一件衣服新的穿，旧了还能穿，这就是惜福。她不糟蹋东西，天就不会糟蹋她。这个道理易经里讲得很清楚。坤卦的卦辞是元亨，利牝马之争。牝马是什么？母马。母马有什么特点？柔顺、持久，能忍耐。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像母马一样柔顺而持久，那就元亨，就大吉大利。
这不是贬低女性的意思，是说女性的力量不在于刚强，而在于柔韧。那些愿意穿旧衣服的女人，身上就有这种柔韧的力量，她们不跟人攀比，跟人争抢，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默默耕耘。这种力量看起来软弱，实际上最持久。好，第一种命运讲完了，咱们再来讲第二种。第二种命运叫超脱物欲的通透之境。这种女性跟第一种不太一样，第一种是会过日子，她穿旧衣服是为了节俭持家。第二种呢，是不在意日子怎么过，她穿旧衣服是因为压根就不把穿什么当回事，她的心思在更高远的地方。这种女性数量比较少，但一旦出现，那命格往往不熟。从易经的角度来讲，这一类女性暗合损卦的智慧。损卦是易经第41卦，卦辞是这么说的：损有福，元吉，无咎可争，利有攸往，渠之用，恶可用享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减损是可以，只要内心真诚，就能大吉大利。恶可用享是说祭祀的时候用2个简单的竹筐盛食物就可以了，不需要铺张浪费。损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减少外在的东西可以增加内在的东西，这叫损外益内。你看那些不在意穿什么的女性，她们损的是什么？是对物质的执着，是对外在评价的在意。她们益的是什么？是内心的自由，是精神的独立。这种交换划算得很。从八字的角度来分析，这类女性往往有这么几个特点。第一，伤官身材格局。伤官代表思想、创造力、表达能力。伤官身材的格局，说明这个人有本事把想法变成现实，有自己的一套谋生手段。这种女性不需要依附于谁，有独立生存的能力。正因为有这种能力，她不需要靠外在装扮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第二，伤官配印格局。伤官代表叛逆、不羁、追求自由，印星代表约束、传统、内敛。这2个心本来是矛盾的，但如果配合得好，就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平衡，既有追求自由的勇气，又有自我约束的智慧。这种格局的女性内心非常丰富，外表可能很普通，穿着很随意，但跟她交谈，你会发现她的精神世界无比广阔。第三，比劫心弱，印心强。比劫代表竞争攀比，比劫心弱的人天生就没有那么强的攀比心理，他不在意别人穿什么，也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穿什么。印心强呢，代表他有自己完整的精神家园和内在依托，价值感从内心生发出来，不需要外界的认可。这种格局的女性活得特别洒脱。我给大家讲一个人物，大家应该都知道三毛。三毛是个作家，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文章。他这个人特别不在意外在的东西。他在撒哈拉沙漠生活的那几年，物质条件恶劣到什么程度呢？衣柜里没有像样的衣服，经常穿着在当地市场淘来的旧衣，甚至是别人丢弃的东西。他不但不觉得寒酸，反而乐在其中。有时候闲下来，三毛还跑到家门前的垃圾场里捡东西。旧轮胎洗干净了，填上红色软布，就变成了沙发。快腐烂的羊皮拾回来，用盐
和明矾处理一下，就变成了坐垫绿色的玻璃瓶，抱回家，插上一枝野花，就变成了一道风景。这是什么境界？他完全不受物质的束缚，在他眼里，新的旧的有什么区别？关键是你用什么心态去对待它。三毛自己说过一句话：我是一个像空气一样自由的人，妨碍我心灵自由的时候绝不妥协。这话说得太好了。一个人如果太在意外在的东西，他的心灵就不自由，要穿新衣服才觉得有面子，要比别人穿得好才觉得有价值。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套枷锁吗？三毛不在意这些，她把心思放在感受沙漠的苍茫，记录与丈夫的点滴生活，创作与表达上。结果怎么样？她虽然物质上简朴，但精神上极其富足。文字感动了无数人，活出了真正的精彩。这就是超脱物欲的通透之境。从命理的角度来讲，这类女性的运势有什么特点呢？第一，心想事成。听起来玄乎，但道理很简单。一个不执着于外物的人，他的心是清净的，念是纯粹的。这种信念力量很强，他想要什么，往往就能得到什么，因为没有杂念干扰。这在风水上叫心气合一，心和气是同步的，所以做事容易成功。第二，贵人多。为什么不执着于外物的女性贵人多？因为她们不会让人感到威胁。那些穿金戴银、处处炫耀的人，别人看着心里不舒服，自然敬而远之。但那些朴素自然的人，让人觉得亲切，愿意亲近，愿意帮助。而且这类女性往往比较真诚，不虚伪，不做作。真诚的人天然就能吸引贵人。第三，晚年尤佳。这类女性的福气往往是厚积薄发，年轻的时候可能看不出来，越老越有味道，因为她们一直在积累，不是积累物质，而是积累精神上的财富。到了晚年，内心充实，身体也因为心态好而比较健康，日子过得悠然自得。易经里讲终极就是结局。好，这类女性往往就是终极的命格。讲到这里，有朋友可能会问了，照这么说，穿旧衣服就能改命吗？当然不是这么简单，穿旧衣服只是一个表象，背后反映的是心性。心性对了，命自然就顺；心性不对，你就是穿龙袍，也未必有好运。那怎么从表象看心性呢？这就要说到面相。面相学里有一句话叫相由心生，一个人的面相是他长期心态的反应。你们注意观察那些不在意穿着、活得坦坦荡荡的女性，她们的面相往往有这么几个特点。第一，眼神平和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一个人心里头有没有欲望，有没有焦虑，从眼神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那些天天想着买新衣服、跟人攀比的女性，眼神往往是躁动不安，因为心不定。但那些不在意这些的女性，眼神往往是平和安定。这种眼神在面相学上叫定神，是有福之相。第二，气色温润。气色反映的是身体状态，也是心理状态。一个人如果心里头总是不满足，总是焦虑，气机就会郁结，表现在脸上，气色就不好。反过来，一个心态平和、知足常乐的人，气机通畅，
气色自然温润。第三，嘴角上扬，不是刻意笑，是那种自然的微微上扬的嘴角，这说明这个人内心是喜悦的、满足的。你看那些成天抱怨的人，嘴角往往是下垂的，一脸苦相；而那些活得坦然的人，嘴角自然上扬，一脸福相。这些面相特征都是长期心态的反应，你不可能假装出来，因为你的心什么样，你的相就会慢慢变成什么样。所以，与其花钱买新衣服装点外表，不如花心思修炼内心。内心修好了，面相自然就好了，面相好了，运势自然就顺了。这就是相由心生，运随心转的道理。说到风水，有朋友可能会担心穿别人的旧衣服会不会沾染上别人的晦气。这个问题问得好。从风水的角度来讲，衣服确实会带有气场，一件衣服被人穿久了，会沾染上那个人的气息。但这里头有几个关键点。第一，衣服的气场是可以清洗掉的，你把旧衣服拿回来好好洗一洗，晒晒太阳，那个气场就散掉了大半。特别是阳光有很强的净化作用，所以古人讲抱衣，就是把衣服拿出来晒太阳，不单单为了杀菌防霉，也有清洗气场的作用。第二，你自己的气场才是主导，气场这个东西强的压弱。如果你自己的气场很强，正气充足，那别人衣服上那点残余的气息根本影响不了你。什么样的人气场强？心态正，心胸宽的人气场强。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心态问题。第三，要看衣服的来源。如果是至亲好友送的旧衣服，那反而可能带着祝福的气息，亲戚朋友把衣服送给你，是因为他们在意你，关心你。这份情谊本身就是一种正面能量。当然，如果是来历不明的旧衣服，比如从不知名的地方淘来的，或者上家的遗物，那就要谨慎一些了。总体来说，只要来源清楚，清洗干净，晒过太阳，穿旧衣服在风水上是没有问题。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道理，风水讲究的是藏风聚气。什么叫藏？就是不外露，不张扬。一个家庭如果女主人天天穿金戴银，到处炫耀，这个气就散掉了。但如果女主人穿着朴素，不显山不漏水，这个气就藏住了。气藏住了，财就藏住了，财藏住了，福就藏住了。所以从风水的角度来讲，穿朴素一点，穿旧衣服，反而有利于家庭的财运和福运。这不是我瞎编的。你看那些真正的大户人家，女主人往往穿得很低调，因为他们懂这个道理，财不外露，财不外泄，才能长久。当然，这里头还有更细致的讲究，比如衣服的颜色和五行的关系。每个人的八字不同，需要补益的五行也不同。如果一个女性八字缺木，可以多穿绿色、青色的衣服来补益木的能量。缺火，多穿红色、橙色。缺土，穿黄色、棕色。缺金，穿白色、金色。缺水，穿黑色、蓝色。这个跟衣服新旧没有关系，新衣服有五行属性，旧衣服一样有五行属性，关键是穿对颜色，不是穿新衣服还是旧衣服。所以你看，真正懂风水的人，
不会去纠结衣服的新旧，而是会注意衣服的颜色适不适合自己，这才是正道。咱们再深入一点，从八字命格的角度分析，什么样的女性天生就不执着于外在的穿着打扮？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有些女性天生就喜欢打扮，每天不化妆不换新衣服就浑身不自在。有些女性呢，穿什么无所谓，舒服就行，这跟性格有关系，性格又跟八字有关系。从八字来看，有几种格局的女性天生就比较不在意外物。第一种，正印格的女性，正印代表母性、传统、精神追求。正印格的女性往往比较内敛沉稳，不喜欢张扬。她们的价值感来自于内心，不需要靠外在装扮来证明自己。这种女性天生就有一种淡定的气质，你让她穿旧衣服，她觉得没什么；你让她穿金戴银，她反而觉得自在。第二种，食神格的女性，食神代表享受，但是内在的精神层面的享受，食神格的女性享受的不是物质，而是生活本身。她们可能穿着普普通通的旧衣服，但能够从一杯茶、本书、一首曲子里面获得极大的满足。对于她们来说，物质只是生活的工具，不是生活的目的。这种女性活得很有品味，但这个品味不表现在穿着上，而是表现在内心上。第三种，偏印格的女性，偏印又叫枭神，代表的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气质。偏印格的女性往往想法比较独特，不愿意随大流，大家都追求穿新衣服、穿名牌，她偏偏不介意，不是故意唱反调，是真的觉得那些东西没有意义。她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标准，不受社会风气左右。第四种，日主坐印的女性，日主是八字的中心，代表这个人本身。日主坐印是说这个人本身就带着印星的特质，内敛、知足、张扬。这种格局的女性，从骨子里就不是喜欢炫耀的人。你让她炫耀，她反而浑身不自在。穿旧衣服对她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，根本不需要克服什么心理障碍。这几种格局不是说命好命坏，只是说这些女性天生就跟物质保持着一种健康的距离。她们不是没能力追求物质，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没必要。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一种福气。论语里讲一食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说的是颜回住在简陋的巷子里，吃着粗茶淡饭，别人都替他发愁，他自己却乐在其中。这是一种境界，能够不被外物所累，能够在简朴中找到快乐，这本身就是上等的命格。经常穿别人旧衣服的女人，我说她们大多是两种命运，一种是持家兴业的福德之相，一种是超脱物欲的通透之境。这两种命运看起来不同，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根基，都没有被物质所困。第一种女性是懂得用物质，而不是被物质所用。她穿旧衣服是为了省钱持家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。第二种女性是根本不把物质当回事，她穿旧衣服是因为这件事在她的价值排序里根本排不上号。不管是哪一种，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心里头有比穿什么更重要的东西。
这个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对于第一种女性来说，是家庭的安稳，儿女的未来；对第二种女性来说，是精神的自由，内心的充实。有了这个更重要的东西做支撑，他们就不会为外物所动摇。易经坤卦里头有一句话叫厚德载物。什么叫载物？就是承载万物。一个有德行的人能够承载很多东西，财富、地位、民生这些东西放在他身上，他能稳稳的接住，不会被压垮，也不会被冲昏头脑。为什么能载物？因为厚德，德行深厚的人心里头有定力，不会被外物带着跑。那些穿旧衣服的女人，她们的德行就是厚德，不会因为一件衣服的新旧而心态失衡，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而自卑或焦虑。这份定力是厚德的表现。有了这份定力，他们就能载物，承载住生活给予他们的一切。反过来，那些特别在意外物的女性，她们的德行是薄的一件衣服就能影响她的心情，别人的一句评价就能让她寝食难安。这样的人怎么承载得住大的福气？福气来了，他接不住；福气没来，他又焦虑，里外都是困。这就是易经告诉我们的道理，不是有福才能厚德，而是厚德才能有福。你先把德行修好了，把心态端正了，福气自然就来了。那些穿旧衣服的女人，她们未必读过易经，未必懂什么命理风水，但她们活出来的状态恰恰暗合了天道。天道是什么？是损有余而补不足。你越是追求，越是执着，天就越是损你；你越是知足，越是放下，天就越是要补你。这个道理几千年前《易经》就讲清楚了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也讲清楚了。可惜现在很多人不懂，拼命往外求，结果越求越苦。真正聪明的女人不往外求，往内修。外在的东西，衣服也好，首饰也好，房子也好，这些都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内在的东西，德行、心态、智慧、见识，这些才是身内之物，跟着你走一辈子，甚至影响你的子孙后代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你就不会再纠结穿什么衣服了，穿新的也行，穿旧的也行。关键是你穿衣服的时候，心里头在想什么？是在想别人怎么看你，还是在想怎么过好自己的日子？是在攀比，还是在感恩？是焦虑，还是坦然？心态对了，穿什么都是好命；心态对，穿金戴银也是苦命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道理。最后我再送给大家几句话：不笑补，不笑破，只笑日子不会过。别笑话那些穿补丁衣服的人，别笑话那些穿破旧衣服的人，真正该笑话的是那些不会过日子的人。什么叫不会过日子？不是没钱，是有钱也守不住；不是条件差，是条件再好也过得一塌糊涂。会过日子的女人，手里头1块钱能掰成2块钱花；不会过日子的女人，手里头100块也留不过夜。会过日子的女人，家里头井井有条，人情往来周全得体。不会过日子的女人，家里头乱成一团，亲戚朋友都不愿上门。会过日子的女人，儿女教得懂事明理。不会过日子的女人，儿女跟着学坏。你说哪个是好命？省吃餐餐有，省穿日日新。
这话说得多好，懂得节省着吃，顿顿都有得吃，懂得节省着穿，天天感觉都是新的。为什么日新？因为新，你不执着于穿新衣服，那每天穿什么衣服都觉得挺好。旧衣服穿在身上，你心里头不嫌弃它，它也给你蒸汽，穿起来舒舒服服，清清爽爽。这不就是日新吗？新若新，日新，新若旧，天天旧。易经里头有既卦和未既卦。既是什么意思？事情已经成了，水火已经相交，阴阳已经和，听起来是圆满的。但既卦后面紧跟着就是未既卦，事情还没完，还有新的开始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天地之间没有绝对的终点，只有循环往复的过程。一个女人，她这辈子的命运不是一成不变。今天你穿旧衣服安于节俭，你就在积累福气。明天你心态变了，开始攀比炫耀，这个福气就开始消散了。反过来也一样，今天你虚荣攀比，命运坎坷，明天你想通了，开始往内修，命运也会慢慢好转。易经讲的就是变化的变，没有什么命是定死的，关键看你怎么选择。我为什么讲这个话题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。那些穿旧衣服的女人，她们命好，不是因为穿旧衣服这个行为本身能改命，而是因为她们背后那个心态、那份智慧、那种德行，这些东西是你自己可以培养的。你愿不愿意培养，就决定了你的命往哪个方向走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。记住，心安处即是福地，人静时自有天亲。不攀比，不盲从，守好自己的心，过好自己的日子。这样的女人，自己就是风景，生活自有香气。